我现在嵩山少林寺，这是它的地图。上个视频游览了这个少林寺里头了啊。其实它这个80块钱门票呀，还包含后面这个三皇寨呢。很多人转完少林寺就回去了。其实可以到后面坐上索道，到这个山顶上转这个嵩山。人家这个地方叫嵩山少林寺嘛，有少林寺，有嵩山，这门票都是包含的啊。现在我就去这个后面转一下。直接坐索道上山，嵩山少林索道，单程70，往返100。缆车里面只有我一个人，果然大家都是冲着少林寺来的啊！看完少林寺就回去了，很少有人会爬后面这个山，这也是嵩山呀。然后这个索道啊，全长是2.8公里，直达山顶。山顶现在云雾缭绕的。坐索道上来了，这里有个温馨提示啊，从索道上站走到好汉坡需要190分钟呢，就是3个小时啊。开始走吧，沿着这条路啊。山上挺冷的，我都穿上外套了，因为山上风比较大。现在走到这个悬崖栈道这里来了啊。这个山真的好高啊，这直直的这么垂直的下来。从这里过去，有个栈道2个字，沿着这个栈道走啊。哇，这下面好高啊，峡谷很深。以前我走过很多次类似的栈道了啊。哇，这种感觉啊，峰回路转，还要穿过这个小洞啊，挺有趣的。是吧？看这对面的山。哇，这样一条一条的啊，就像竖着的，这怎么形容啊？这个叫书澈岩呢，这儿的标志性景点，像翻书一页页那个书啊，它形成于18亿年前呢，这个是石英岩啊，地质构造18亿年前那个地质构造的时候形成的，在这必须拍张照吧，哈哈哈哈。这个路真是又陡又窄呀，这个跟华山的插耳崖媲美了，感觉也可以插到耳朵。旁边看那个山一条一条的书澈崖，别眨眼啊，这里有一个像大象的石头，这里大象鼻子啊，象鼻岩，看鼻子喝水呢。挺形象的吧，神奇的大自然啊！看山顶上云雾缭绕的，就像仙境一样。哇，这条路好陡呀！从这里还有铁链子，得抓紧呢。旁边就是悬崖，这个路看起来很危险啊，实际上一点都不安全。哇，人还挺多。这山顶上还有一个吊桥呢，走到这里就走了一半的路程了。吊桥拍出来也挺美，就是峡谷有点深啊，走上来这里风比较大，哦，感觉还不错呢，摇摇晃晃的。前面这里有条缝儿，感觉这个山是被劈开的一样。这个叫做石门，从这门缝里穿过来。哇哦，看石门。路过这个景点叫做玄天洞，在这儿呢，转过来。哦，好大好深的一个洞啊！这就是一条条那个柱子，下面这一节掉了，就形成这个洞了。现在山上下点小雨，起大雾了，都看不清楚了。到达三皇殿啊，三皇就是天皇、地皇、人皇3个皇帝。徐霞客以前也来过这里，还写了首著名的诗：不到三皇寨不算少林客。所以如果来少林寺玩的话，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。可惜今天是雾气比较大，
什么风景都看不太清楚啊。在大雾中走这个山路啊，气氛有点诡异啊，感觉要去探险了，哀牢山的感觉。这边起这么大的雾，只能雾里看花了，叶子都黄了，非常漂亮，山花烂漫。一路走下来，到达南天门了。南天门就是人界和仙界的分界线啊！哇，今天雾太大了，啥也看不到。从这里就一路下山下去了。如果大家是反方向走的话，就是一路上山。我这个方向是比较轻松的啊。这一段路特别的陡，又陡又直啊。这就是最后的一段路了，好汉坡。从这儿下到底就结束了啊！这段路也是超级直的。从山上下来，坐这个车出去啊！啊，还是坐车爽啊！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许昌，前面亮灯的这个地方是曹魏古城。哇塞，真是气势恢宏啊！这个建筑。晚上亮灯以后特别的好看，曹魏古城嘛，就是曹操那时候的。三国的时候，曹操是魏国，就所以叫曹魏。1800年了啊，这个古城肯定是后来修的，但是这块地肯定是原来的地方。现在我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，看看1800年前的这个曹魏古城。这边是护城河啊，现在上面盖的凉亭，晚上在这边乘凉。走进三国的历史啊，有一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嘛：欲知三国事，必来许昌城。哇塞，这个地方这么热闹呢！我现在到了城门口了，有没有三国的这个感觉呀？那里写的曹魏古城，现在进里面看一看。这晚上是有表演的，这门口太热闹了。这么大的城门呐、想想以前曹操驾着马车从这里进进出出啊。正对的这条街是南大街，现在是美食一条街了，人气很旺啊。进来了，现在不要门票的啊，就是用微信预约一下就行了，免费的。哇，进了这里面全都是仿古的建筑，应该是仿造三国那时候的建筑啊。晚上有灯光亮了，还是挺有感觉的。现在都是卖吃的嘛，小吃一条街，等于是看看有些什么当地的小吃。这边主打的是曹操文化，这里的夜景挺不错的啊，可以边逛街边吃吃喝喝，然后边欣赏着这个古建筑，也是一种享受啊，回到三国的感觉啊，找一下那种感觉。满大街都没有我爱吃的，吃个杨国福麻辣烫吧，这个还可以。哎呀，满满一碗呐，27块钱。白天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个古城，哇，真是盖的气派呀！这边是刻的关羽，这边刻的曹操。现在光剩下这个城门还气派点，其他地方都看不到古迹了。这就是护城河，护城河还挺美的，河上面很多荷花。这就是白天的曹魏古城，其实这是打着古城的牌子，都是美食街了。现在这两边都是仿古的建筑，就是沿街这边是仿古，只要往里走一点点就是居民楼了。卖的东西也并没有什么当地特色啊，都是全国各地的步行街里面都能看到的。许昌名吃烙馍卷鸭肠，练出来。
吃，糖烧小吃，肉馍卷鸭肠，5块钱一份。做2个，啊，2个10块钱。三国时期著名的杜康酒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曹操的一首诗让这个酒出名了。这里有名的景点还有一个叫曹丞相府，就是曹操当时住的地方。明天我去转一下。还有一个是关宅，关羽当时在许昌住的地方。我现在河南安阳，安阳也是个历史文化名城，这边的古迹太多了，像商朝的都城、甲骨文、周易发源地都是这里。我要在安阳待好几天呢。今天先去看一下安阳的袁世凯墓。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，他死后被埋在这里。这个是牌楼啊，6根大柱子，特别的气派。每根柱子上面有一个神兽望天吼。牌楼的正中间是中轴线，也叫神道。它这个陵墓是按帝王的规格来建造的，比帝王规格要小一个等级。左右两边对称的有10人10马10象身。这个大柱子叫望柱，这个是10马10老虎10狮子，左右对称的啊，对面也有的。为什么要摆放10人10马？就是显示他这个权力还有威严，给他守灵用的。然后这边有这个武纵官和文纵官，看这个武官的打扮，跟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拍的这张照片一模一样啊，就是按袁世凯的形象打造的这个武官，着装还有配件还有身高啊。这个武官和文官都是小短腿，发现了吗？你看这个也是小短腿。这边是碑亭，亭子里面有个王八驼碑，驮的是袁世凯的墓碑，看一下写的什么。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，这个是袁世凯的好朋友徐世昌写的。袁世凯是当过皇帝的，他这个题词为什么不写某某皇帝之陵？而且这个园林的陵啊，它是森林的林，并不是陵墓的陵。为什么这样写呢？当时徐世昌给他题字的时候就说呀，说袁世凯他这个皇帝得的名不正言不顺啊，不受到人民的拥戴，不是历史的潮流，只当了80多天皇帝他就去世了。所以要用这个森林的林，而不用陵墓的陵。用陵墓的那个陵字，它规格就高了，只有皇帝才可以用那个陵字啊。所以他用森林的林给他换了。袁世凯是1916年去世的，这个地方是1918年才建好，建了2年时间。我们知道古代的皇帝，人家都是一登基的时候就开始给自己建陵墓了，一般都要建好几十年呢。袁世凯这个陵墓建的比较仓促啊，2年时间，等于是赶工期，赶紧就完工了。这里又是一道门，看一下门上的钉子啊。它这里是横排7个钉子，竖排也是7个钉子。我们知道北京那个故宫，人家是99啊81个钉子。他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这是假皇帝啊，就是比皇帝要低一个等级。虽然低一个等级，但是也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。他这整个陵墓就是按照明清的帝王这个规格建的，但是比帝王的规格要低一个等级。袁世凯并不是安阳的人，他为什么死了以后要葬在这个地方？那是因为他的元祖三国时期的袁绍就是这里的发祥地，而且商汤的那个名相伊尹归隐的时候也是在这边归隐的，所以他认为这里是个吉祥宝地。他死之前啊，就是遗愿，就是要把他的尸体葬在这边。这个院子就是祭拜他的地方。这个景仁堂啊，就是里面供奉的一些牌位，左右各有一个配殿，是来供奉他这些高级官员休息的地方。到正中间这个里面看一下，正中间就是他的牌位呢，前面是供桌，可以看到现在供桌上什么都没有啊，只摆了一些坛坛罐罐，因为他是反面人物嘛，就不放鲜花呀，不放一些点心之类的。这里面还是挺空旷挺大的啊。毛主席在1952年来过啊，毛主席参观完以后说要保护好这个地方，作为反面教材供世人参观。好，这后面就是袁世凯的陵墓了。
它这有个特点啊，从这里开始就是西洋的风格了。之前我们走过所有的路，这些建筑全都是中式的，它这等于是中西合璧。后面那个就是大土堆，里面就埋葬的袁世凯，前面是供桌。它这个墓也很特别啊，它这个是没有地宫的，它就是下面打了一层这个地基，直接就在地基上盖了它的墓。这个墓高是8点多米，周长是20米，没有地宫啊。袁世凯葬在墓的左边，他的原配夫人于氏葬在墓的右边。上面斜坡种的草啊，它这个墓是用水泥制成的，最外面包裹了一层石块。这上面很多的小动物啊，这是表示方位的。大家看，它这个墓的跟前呢是没有摆放任何的祭品的，什么鲜花、蜡烛，烧的香，什么都没有摆啊，空荡荡的。包括前面这个供桌上面，只有几个石头做的那个盒子，上面也是没有摆放任何东西的，因为是反面教材。但是周围呢打扫得很干净，这里环境也挺好，挺安静的一个地方。参观完了，这就是袁世凯的陵墓。大家来这里以后，不要去合影、留念、拍照啊，因为这里不太吉利啊。门票是35，有机会你们过来看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安阳，安阳的殷墟啊，世界文化遗产。这个地方可是厉害了，它是商朝时候的都城，距今已经3500多年了。3500年，这个历史有多长呢？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我们山西太原是建成2500年。这个比我们太原还早了1000年啊！而且我们以前看小说，那个什么商纣王啊、苏妲己呀、姜子牙呀，就感觉很遥远的事了，像是神话故事一样，对吧？这个殷墟呢，比那个故事还要往前呢，所以这里很有历史故事的一个地方啊，进去参观一下。这是殷墟的大门，有一种古老古朴的感觉啊，历史的气息。门票70块钱，进来了。这个里面好大呀，特别的空旷。参观之前啊，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商朝的历史，不然的话是看不懂的。商朝是持续了500多年的一个朝代啊，他们早期的都城并不在这个地方，一直到商朝中期的时候，有个商王叫做盘庚，是他把都城迁到了现在殷这个地方，所以商朝又叫做殷商。为什么现在叫做殷墟呢？是后来武王伐纣的时候，武王打败了商朝最后一个皇帝商纣王，灭掉了商朝，就建立了周朝了。这个地方就变成一片废墟了，所以叫做殷墟。商朝最重要的2个文化符号，一个是青铜器，一个是甲骨文。看这里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甲骨文的发现地啊。刚才有个地方说错了，夏商周那个时候啊是没有皇帝的，他们都叫大王，一直到秦始皇的时候才开始叫皇帝。秦始皇灭了6国，他认为自己的功劳比3皇5帝还要大，所以他让别人叫他皇帝。这个展厅厉害了，叫做甲骨教穴展厅，这里面出土了上万片的甲骨啊，商朝最重要的甲骨文青铜器。看看就在那个坑里面出土的甲骨上万片，厉害了啊！这个是商朝时候的大坑，现在都保护起来了。现在那里面都是仿制品啊，如果是真的话，那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。这个坑里出土的甲骨文现在保存在台湾，因为这个坑是1936年发现的，当时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，他们挖掘的时候连这个泥土一起挖上来的。第2年就爆发了7.7事变嘛，日本侵华。这个战争年代啊，兵荒马乱，这批文物呢就辗转了很多地方，最后跟随蒋介石一起去了台湾了。这块是甲骨文出土以来最大的龟板，据考证，这个龟板来自于马来半岛，就是马来西亚那边的乌龟啊，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安阳，这么远的路程，这是一个谜，现在还解释不清楚。殷墟里面有一个妇好墓保存完整啊，
这边是入口，距今3000多年了。妇好是谁？她是这个武丁大王的老婆，就是这个女的，她也是位女将军啊，最早的女将军，披挂上阵杀敌。她去世以后，这个武丁大王厚葬她，埋在这里面。进去看一看3000多年前的古墓。因为她是大王的老婆，所以她这个墓陪葬品非常丰富，一共是落了6层呢。最下面一层才是她的这个墓室，这里距地面已经7.5米了，在这之上啊落了6层的陪葬品。看一下她这个墓里面出土了好多的文物，青铜器呀、骨器呀，那个贝壳，这个贝壳就是最早期的钱，能当钱花的。这个是玉，这么多的青铜器，这边上还有好多骨头呢。因为商朝那时候还用活人殉葬呢，有这个习俗。这个是考古发现的宫殿遗址，这些红色的柱子啊，就是标示出以前住着的这个位置来了。以前这里是个宫殿啊，还有这里，大型的宫殿群。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光剩下这个地基了。殷墟博物馆里参观一下，这里有个3通水管啊，在商代那么远的时间就用上3通水管了，这就是甲骨文啊，把文字刻在这龟壳上，辨认不太清楚。甲骨文对照表，看你认识几个甲骨文？我一个都不认识呀。这边摆放的是司母戊鼎。这是复制品啊，历史课本上就学到了。看看这个鼎啊，这么大，它这个把手上面啊，看这个刻的图案是2只老虎，中间有个人啊，老虎张大嘴要把这个人吞下去一样。参观完了，最后再说一下这商朝的祖先是哪来的啊？有一个女的呢，她吃了一个玄鸟的蛋，就怀孕了，然后生下了他们的祖先，叫做契。这个契没有父亲啊，说明当时是母系社会。契就是帮助大禹治水有功，然后大禹呢就封他到一个地方，给他封到河南的一个地方，这就是商朝的祖先。这个都是传说故事了，无法考证，不过听一听还是挺有意思吧。我现在河南安阳，这是安阳的殷墟王陵遗址。刚参观完那个宫殿遗址，宫殿遗址发掘了甲骨文，这个王陵遗址发现了司母戊鼎，进去看一下。这个王陵遗址就是埋葬国王还有皇室成员的地方，一共发现了13座大墓。这地方是有简介的，来这里呢主要是2个看点，一个是看一下3000年前的这个墓室结构，还有墓室的陪葬品，还有活人殉葬这个习惯。还有一个呢是看这个司母戊鼎的发掘处。司母戊鼎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过啊，这是国宝了。这个编号 M260 的展厅是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展厅。这里就出土了司母戊鼎啊，就是那个现在是复制品吧，放在那里。司母戊鼎是出土历史上最大最重的那个鼎，875公斤。看它这个大墓啊，这边是墓室，那里是墓道。墓室的正中间有个坑啊，里头还有人骨头呢。从侧面看一下墓的全部结构啊，这个墓的主人是谁呀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据推测是这个商朝鼎盛时期这个国王武丁的老婆，他很多老婆，只是其中之一。据推测，这个女性叫做戊，就是司母戊鼎的这个戊。在那个宫殿遗址有一个妇好墓，那个妇好也是这个武丁国王的老婆。这个武丁国王对他老婆都挺好啊，都是厚葬。那个墓里面也是发现很多的陪葬品。这个是车马坑展览馆，
这里面展示了3000年前的车子是什么样的，就是这个坑里头有2个马车，还有骨头啊，那里。这个是亡灵墓葬展览馆，这里面有很多祭祀坑，哇，规模非常大呀！看这个地上啊，都是一个一个的坑，这都是祭祀坑。就是国王死了以后，这些人就是陪葬的呀。这里面每一个坑里都有骨头啊，规模很大。这边的几个坑都用玻璃罩罩起来了。这里面不光是有人的骨头啊，也有一些动物的，还有狗的。太残忍了，殉葬制度。这个是兽祭坑。这后面的坑里面埋葬的都是各种动物，都是给这些国王们殉葬的。埋的大部分是马，还有狗啊，还有狐狸，然后还有大象呢。现在都保护起来了，随便看一个吧，现在都是成了白骨了。马的骨头。我们航拍看一下这片亡灵遗址，这都是3000年前的墓了。都是商朝的这个王室成员和贵族的墓，在墓里面出土了大量的珍贵的文物。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奇怪的形状，这其实都是墓的形状。这很多墓都被盗过的，然后我们也考古发掘过。考古结束以后，又重新把土填回去，按照这个墓的形状，在土上面种上草，把以前的墓的形状勾勒出来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奇奇怪怪的形状啊。这个地方参观完了，看这个复制的司母戊鼎，青铜时代第1鼎，厉害了啊！说一下我参观完以后的感想啊，就是终于找到一个比西安的历史更久远的地方了，就是这里。我们想一下，西安建都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从西周时候，东周就去了洛阳了。这个地方是商朝，比周的那个年代更久远，所以这个文化自信嘛，就是这么一比较起来，西安和洛阳在安阳的面前那都是弟弟呀。文化自信，安阳人雄起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的有里城，这个有是这样写的啊，第一次都不太认识这个字。这里是周易的发源地啊，进去看一看，门票40。一进来就是周文王的雕像。在商朝末年，那个商纣王把周文王囚禁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有里城。被囚禁期间，周文王根据之前的伏羲8卦推演出来64卦，这就是后来的周易。看这里有块碑，周文王有里城。为什么叫有里城？因为这附近有条河叫游河，河的南面叫里，河的北边叫外，所以是有里。为什么叫城呢？因为这个周文王的地位比较高，他是周这个部落的首领，所以叫做城，连起来就是有里城。当时周文王就被拘禁在后面这个高台上啊，这个面积还是挺大的，这也算是中国最早的监狱了，上去看一看。看过《封神演义》的人应该知道，商纣王为什么要囚禁周文王呢？是因为周文王这个人他能力很强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周这个部落发展的非常好，实力很强，慢慢的就威胁到了商朝，所以商纣王找了个机会就把他囚禁起来了。在被囚禁期间，商纣王很多次想加害周文王，但是周文王的占卜能力非常强，他利用推演出来的周易64卦，成功的就事先占卜出对他不利的事情，逢凶化吉的躲过了很多次灾难。周文王被囚禁了，他的部落也想营救他，他的大儿子就带着金银财宝和美女进献给了商纣王。商纣王很高兴啊，就打算放了他父亲。但这时候苏妲己出了一个馊主意啊，他说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走周文王，要把他的名声搞坏。怎么搞呢？他们把周文王的儿子就杀了，做成肉饼给他吃。古人都说虎毒不食子呀，如果能连自己的儿子都吃了，那说明这个人真是心狠手辣，是吧？结果周文王没办法呀，就把肉饼吃了。
然后就被放回去了。周文王回去以后啊，给大家解释了这件事情，然后从口中吐出来3块肉，这3块肉就变成了3个兔子。然后周文王带领族人励精图治，为推翻商纣王做好了准备啊。这就是文王居而演周易的故事。哇塞，这里有个好大的八卦阵啊！如果迷失在里面就死定了啊！这是根据八卦里面的乾坤艮兑坎震离巽排列出来的。如果你不懂得八卦，那你肯定走不出来啊！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鹤壁，这2天在河南旅游啊，对这个商朝的文化挺感兴趣的。前2天刚参观了安阳的殷墟，现在到了鹤壁这个朝歌。朝歌这个名字熟悉吗？看过《封神榜》的人，什么商纣王啊、妲己啊、姜子牙，朝歌就是商纣王的都城。来到这里以后啊，解开我心中多年的一个疑问，就是商纣王时期的朝歌到底是哪里啊？就是今天的鹤壁，具体的是鹤壁的祁县。这里有露台，有封神台，《封神演义》都来了啊。这个是露台，这是商纣王建了7年才建成，这其实是他一个小金库啊，是他和苏妲己歌舞祭天的地方。真威武啊，建了5层，这都是后建的。据考证，应该是在原址上建的啊。这旁边就是齐河水。当时商纣王和周武王打仗，商纣王打输了，他退到这个台子上啊，就自焚而死了。跟明朝那个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一样，崇祯皇帝是在煤山上上吊而死，这个商纣王啊是在露台上自焚而死。现在这个是不开放的，进不去啊，也上不去。如果能上去看看就好了，感受一下那个商纣王的这种视野啊，登高望远的这种感觉。商纣王死了以后，他的尸体就埋在这个齐河下面。他儿子先是把齐河水截断，然后在河床底下挖了一个墓，这样竖着放进去的。他不是这样横着放啊，是这样竖着放的。这个资料上记载是这样记载的。然后又把墓啊做好封口，这个河流又重新恢复，这样商纣王的墓就跑到河底去了，就是不让别人盗他的墓这个意思啊，别人找不到他的墓在哪里。但是现在已经找到了，在这个齐河水的下游5-6公里的地方。下个视频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啊，还有苏妲己的墓。这边真的有一个封神台啊，就是这个台子。这是干嘛用的呢？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姜子牙为这个武王伐纣过程中阵亡的将士们封神的一个地方，相当于一个祭祀的坛。我也感受一下啊，这应该是后建的吧，就在露台的对面。商纣王，历史上有名的暴君。纣王留下千古恶名有2件事，一是炮烙之刑，在一个空心铜柱底下架上柴火烧，令犯人行走在竹柱上，然后坠入火中活活烧死；二是剖心杀比干。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，屡屡劝谏纣王，次数多了，商纣王动了杀机，于是活剖比干。史记记载，商纣王广文博见，知识渊博，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。东汉王充在《论衡》中也说道，世间对纣王残暴的传说有夸大之嫌。周王朝出于统治需要，将夏朝末代天子夏桀的恶行照搬，并夸大其词，将纣王这个末代商帝丑化到极限，让纣王成为后世传说中的头号昏君和暴君典范。纣王也因此沉冤了整整3000年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，看我身后这是什么？纣王之墓。商纣王啊，商朝最后一个大王纣王的墓啊，就是后面这个大土堆。这个地方是河南鹤壁的祁县，带大家看一下这里啊，看看这个纣王的墓是什么样的啊。纣王是商朝的亡国之君，武王伐纣，被周武王打败了。这里还有一个他的雕像呢，后面立了很多碑，这上面都刻了很多字呢啊。这就是纣王，后面是他的坟墓。看一下四周的环境，这边是一片高粱地吧，还是玉米地啊？这里是齐河，一条河，那边是村庄，
这地方比较偏僻啊，我是坐车过来的。商纣王的名字叫做帝辛，武王伐纣时候他就打了败仗，然后在露台就自焚了。商纣王自焚而死，周武王并没有对他的后代赶尽杀绝啊，还是让他的后代生活在那一片地方。商纣王死的时候有个遗愿嘛，就是要把他的尸体埋葬在这个齐河里面，旁边就是齐河。商纣王的儿子带领人，然后把齐河水截断啊，截流了，在那个河床底下挖了墓坑，是那种竖坑啊，不是横的。然后把商纣王埋进去，把坑填好，然后又让这个河水重新恢复流动啊。就这样，商纣王的墓就埋在齐河的河底下了。后来是怎么样发现的呢？是经过上千年啊，这个齐河水往东偏了，他这个墓啊就露出来了。本来以前这里是在河底呢，后来就藏不住了，后来这个河水改道，它露出来了，这才发现商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。这个人贪图享乐，爱好美色，发明了跑落之刑，还有著名的酒池肉林，在苏妲己的魅惑下，把商朝500年的基业也给丢掉了。商纣王现在可以算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昏君了。正在这个村子里走的呢，为什么来这里呢？要去看一下这个苏妲己之墓。刚看了商纣王的墓，就是后面那里。苏妲己的墓离他不远啊，到了就是这里啊，这里有个大土堆，前面有个墓碑啊。苏妲己墓的旁边是那个姜王后的墓，就是这个土堆啊。先去看看这个苏妲己的墓。哎呀，这个草长得很高啊。看看这个墓碑上面写的苏妲己之墓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这边还有一个墓碑。哦，这个是2014年12月20日立的，河南淇县殷氏宗亲他们立的，应该是真的啊。史上4大昏君，第一，商纣王。商纣王是商朝的末代君王，他宠爱美人妲己，沉湎声色不能自拔，在酒池肉林中观看酷刑取乐，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营建朝歌城，对外屡次发兵四处征伐。日益昏聩的纣王也听不得逆耳忠言，日益荒诞无道的行径，最终让商朝被西周取代。